奧斯卡到底是什麼？美國的一切都是金錢遊戲，當然也包括奧斯卡。奧斯卡獎是買的嗎？首先還是好電影，然後是遵守遊戲規則，是花錢遊說。中國人只配打醬油。我相信總有一天能達到速度。被我們奉為神明的奧斯卡獎，難道真的是個騙局？話不可以胡說，但可以小說。這個昨天去了奧斯卡頒獎，轉了一轉，然後今天第一期主要是說這個，當然不是說。主要不是說這些電影啊，因為我猜許多的媒體，包括許多資深的影評人，都已經講了很多。我呢，主要是以我這幾年6年在洛杉磯，然後跟好萊塢這兒混的一些經驗來說一說這個獎背後的操作。奧斯卡獎它不是頒給那種專門的藝術獎，像柏林啊、威尼斯這種，它還是一個圈子獎，基於整個好萊塢這個圈子的一個獎。實際上，好萊塢的這個所謂的弄獎就是運作吧，它是一個有法可依的過程，叫做遊說制，而且是立法有這個法叫遊說法。實際上是這麼基於這樣的一個理解，就是說，相信人是一定會貪污的，相信人一定不是雷锋，不是偉大的聖人，不是上帝本人。所以呢，怎麼辦呢？就是說，那用游说制度，希望你在位的時候不要貪污，而你退了以後，你用你的經驗開個游說公司，然後你可以，接受客戶的聘請雇傭，然後你去游說。我還是沒明白到底什麼叫游說啊？舉個例子，美國有個人叫老王，60今年退休了，拿200塊錢退休工資覺得不夠花，那怎麼辦呢？沒關係啊，中國有句老話，靠山吃山。老王是從美國國會退休的，專管制定法律。他退休了，他同事老劉啊、老許啊、老張啊，他们還在原來在玩呢。中國話講，能走後門啊，馬上老李就拎一箱錢找他們了。越南盾？不是美元，dollar。老李是养绿大戶，他想通過一条法律，全美国废除汽车，全部禁绿。老王拿了錢，馬上就從甲方變成乙方，找他的前同事啊，唱歌、喝酒、洗浴、打牌。那是在中国，在美国這絕不可能。他就能幹一件事啊，聊天內容就是開車不與七律好，只要成功了，美國就要成立七律法，全國普及七律。這事兒東北話叫忽悠，美國叫遊說，美國還為這事兒專門出了個法律叫遊說法。以前遊說光用在政府部門，後來擴展到了民間機構，就像奧斯卡。去年和今年這2屆的最佳影片，去年是 The King's Speech， 叫什麼國王演講啊，今年是 The Artist， 都是由這邊一個特別有爭議，但是特別有能量、特別有戰鬥力的一個他當然他有時候是 producer， 有時候他是 distributor， 他是發行商，叫 Harvey Weinstein 來做的。他去年、今年都做了很大規模的 lobby。當然了，他在發行中國電影上可能有1、2次不太好的記錄，所以某中國大導演曾經在那個公開場合一個大研討會上直接指他。剛出門指說，哈維是一個騙子，大家不要相信他。哈維這個人經常跟中國電影人打交道，他使的一個慣用的伎倆就是說，你這個片子多少錢？800萬美元，北美版權我買了。然後他一宣布買了這個片子交易之後，所有的買片的人都放棄了，因為大家知道哈維买了。哈维呢只付你20万美元的定金，然後當別的買家都沒了之後，再過一段他說我不想要了，我願意犧牲這20萬美元。你現在怎麼辦？你跟他說那別人都走了，你能不能便宜點？他说好，這樣吧，100萬美元。这個就是哈維。你問問中國的这些人，有多少人曾經把他當成一個救世主，而後來你再提哈維，他們說騙子。當然了，你可以說做電影整個都是在騙，或者說，生意人有生意人的道理，或者說這個有很多
可以说的吧，但是他去年、今年都拿了奧斯卡奖。去年为了这个 King's Speech， 哈维曾經在希爾頓酒店開過一個大型的那種，怎麼說呢，就是聯誼會吧，因為奧斯卡獎評委有6000人，這個最佳影片有6000人，最佳影片是所有單項獎的評委加在一起都投票最佳影片，所以最佳影片的評委最多有6000人。但是呢，金錢萬能，在金錢面前呢，再艱苦的活也有人幹。我正好有一個朋友就是在洛杉磯，就是幹這個，在這個公司一家這樣的公司裡工作，也他們那一年的客戶是老無所依，科恩兄弟的我最愛的導演，然後那年他們拼命的工作，導致老無所依最後得了4個吧，好像是，所以他仔細跟我講了這裡面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給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大概是我想想5年前的價錢了吧。那到底要花多少錢呢？舉個例子，老王開了一家遊說公司，公司主要業務就是幫人得奧斯卡。他的客戶有趙大導演、李大製片人、6大演員。那我有個電影要進奧斯卡，要花多少錢？平時1個月幾千，注意適當，合人民幣，哎呀，你自個兒刪去吧。這些錢主要是來交各種費用，有房租、水電、打車、電話費、媒體發稿。挺貴啊。哎呀，你別嫌貴，這是平時。等10月份快評獎了，你就開始準備大出血吧。第一個費用，給評委放電影，有稅法有規定啊。一場招待2個評委，收費2000塊錢一場。聽着還挺便宜。這是一場，一共有1000個評委，一共得放500場，這就是100萬。娘哎！還有媒體維護費，就是發影評，一個月15000。娘哎！6個月一共是9萬。娘哎！還有熒光費用300萬。娘哎！主要用在雜誌封面和封底做廣告。不做不行嗎？不做人不給你發影評啊。娘哎，真黑。那加起來一共就是100萬加9萬再加300萬，就是400到500萬美元。娘哎！哎呀，你別叫喚。第一，得了奧斯卡，這些錢就都回來了。第二，你也別叫娘，我是純爺們兒。那咱們湊點錢，讓戰國得奧斯卡唄。不行，遊說公司不打包票，你再有錢，爛片也進不了奧斯卡。坑爹啊！你也不能說這個獎完全公平，但是你也不能說這個獎好像我們經常說的是黑幕啊什麼等等等等，它是有這麼一套制度，這套制度實際上基本保證了，如果你特別好這電影，那你其實是可以服眾的，那你能得。但如果在大家差不多的情況下，它其實更多保護那種就是懂得遊戲規則的人。鞋40碼，翻走了43年的路，體重170，卻重不過大腦容量。眼鏡200度，卻看懂了萬物生長。髮型可以保持中分，但觀點絕不保持中立。身高5尺10寸，但並不無恥。話不可以胡說，卻可以小說。你們問我說那個中國電影來奧斯卡這個為什麼屢屢不得志？一個是那個遊戲規則我們並不了解，或者是說並沒有加入到人家那 club 裡去成為裡面的人，沒法玩這種遊戲規則，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吃虧的地方。還有一個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因為美國整個這個國家是個比較不是比較啊，跟歐洲比起來是極其右傾的國家，就是非常右。我說的這個左和右跟國內說的左右派不一樣啊，美國的右派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在文化上是叫信上帝，信傳統以及珍視家庭或者叫愛情吧，這3條就叫右派。左派是去他的上帝，然後去他大爺的傳統，然後什麼狗屁愛情，要性解放，要無神論，要那個反對所有的那些傳統，這就是左派。好萊塢呢是美國右派文化大本營，基本上是，你看好萊塢電影，大量的故事，大部分故事都從聖經故事演變來的，套上現代的衣服，以至於現在越來越右。現在的007 James Bond 都已經不能花了，都不是以前一個 Casanova 一個 Playboy 的樣子。007現在都很真實愛情，對一個女的很好，越來越右。所以當頒獎的時候呢，它畢竟是一個
標榜自己是一個公正的以及寬容的電影大獎，所以他還是要給左派電影一點空間。但是你很少看到左派電影得最佳影片啊、最佳導演啊、男女主角，這都基本上他會拿這個最佳外語片當做一個平衡。我說的不是每一件啊，但是經常會拿最佳外語片這個獎項給左派的歐洲電影或者亞洲電影來平衡整個這個奧斯卡獎，說啊，你看我們左右派兼顧。所以呢，中國電影來到這兒的電影呢，真正有非常左派傾向的電影其實並不多，就是反傳統、無神論以及性解放。當然，這種電影在中國你也很難拍到，估計也拍不成。所以来到這兒的電影還是比較傳統的電影，保守一點的電影，包括幾位大導演的電影都還傾向於，其實也是比較右派的，就是真實傳統、真實愛情、家庭這樣的電影，有信仰的電影。所以這樣的電影和那種激進的左派電影比起來，其實是不占優勢的，在最佳外語片這個獎項裡。但一旦提名，尤其獲獎以後，在全球發的那個完全就不一樣。你不要说奧斯卡獎。李安導演的喜宴，在上一部電影大概賣了0之類的，在第二部電影喜宴在柏林得了金熊獎，直接在進那個慶功宴的那個大廳之前，外面的雪地裡就簽了3100萬美元全球的銷售，所以當然是有巨大，當然它是個良性的互動，因為它也不會這套所謂的遊戲規則，當然不会把獎發給一個爛電影。我想大家過幾年回頭想今年的這些電影，我猜可能沒有那個可以成為偉大的電影啊。大師雖然都還活着，可是已經拍不出《活着》這樣的電影了。行，OK，差不多夠了。OK。